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赵丽颖离婚后身家300亿，前夫现状惨淡对比。离婚3年，一个女人的身价竟能翻倍，手握顶级视后大奖与数百亿身家，光芒万丈。而曾经并肩的伴侣却似乎引入了寻常烟火，为父则刚。这听起来像极了网络爽文的桥段，可当主角是赵丽颖和冯绍峰时，现实比剧本更富戏剧性。我们习惯了夫唱妇随的叙事，也默认婚姻能稳固地位，但这场始于知否的联姻落幕之后，两位主角的人生轨迹却走向了截然不同的方向。一个在事业巅峰上再攀高峰，一个则在生活的细碎中重新定位。这究竟是命运的捉弄，还是个人选择的必然？聚光灯下，他们的故事远未结束。赵丽颖的名字如今已与大女主深度绑定，从当年被质疑称不起古偶大女主，到如今凭借《风吹半夏》中的许半夏一角摘得第34届飞天奖优秀女演员的桂冠，她的每一步都走得扎实而有力。这个奖项的分量不言而喻，它意味着官方评审体系对演员专业能力的最高认可之一。拿下飞天奖，赵丽颖也正式集齐了电视剧领域的3大满贯，这在中国演艺圈堪称凤毛麟角的成就。这背后是她近乎苛刻的自律。坊间流传着她拍戏的3不原则：生活上我行我素，为了角色恶补英语，每天雷打不动学习2小时1。这种对职业的敬畏与投入，是她在竞争激烈的娱乐圈不断突围的核心武器。当别人还在讨论流量与话题时，她早已用一部部作品筑起了自己的护城河。关于她的财富版图，数字总带着几分神秘色彩。有说法称其离婚后身价飙升至42亿人民币，更有甚者，网络传言将其身家推至惊人的300亿规模。虽然具体数字难以精确核实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作为一线顶流女星，其商业价值与日俱增。代言、片酬、投资、多重渠道的收入叠加，使其财富积累速度远超常人想象。更重要的是，她不仅仅是演员，更是自己作品的重要参与者，甚至担任出品人角色。这意味着她不仅能获得表演收入，更能分享项目成功带来的巨大红利。这种从打工者到老板的身份转变，是其财富实现几何级增长的关键。一个演员能将个人品牌做到如此程度，本身就是一种非凡的能力证明。反观冯绍峰，自2019年与赵丽颖宣布因聚少离多和平分手，共同抚养孩子后，他的公众形象似乎悄然发生了变化。这位出生于1978年的上海男人，出身于一个优越的家庭，母亲是文艺工作者，父亲据传是身价不菲的纺织厂大佬。早年他以古装美男形象深入人心，也曾是备受瞩目的实力派小生。然而，离婚后的几年里，他的曝光度相较于赵丽颖的持续高光，显得低调了许多。他不再是那个可以安心做甩手掌柜的丈夫，而是化身为超级奶爸，与前妻共同承担起抚养孩子的责任，在孩子的成长中倾注了大量关爱与支持。他曾与赵丽颖聊及儿子时几欲落泪，那份深藏的父爱与对家庭的珍视溢于言表。从镁光灯下的明星到回归家庭生活重心的父亲，这种角色的转换或许正是他当下生活的真实写照。为什么是现在？为什么是他们？婚姻的围城外人永远看不真切。官方给出的理由是聚少离多，这在高强度工作的艺人身上并不罕见。但结合两人婚后不久便育有子女，且婚姻存续时间相对较短的情况来看，或许其中还掺杂着更复杂的因素。有分析认为，两人在事业节奏、生活理念乃至未来规划上可能存在难以调和的差异。当一位妻子的事业如火箭般蹿升光芒，日益耀眼，
而丈夫的事业发展相对平稳。这种动态平衡的打破，对任何一段关系都是巨大的考验。赵丽颖的崛起之路充满了草根逆袭的艰辛，她的每一步都靠自己拼搏而来，而冯绍峰的起点相对优渥，自带光环。不同的成长背景和奋斗历程，塑造了不同的性格与处事方式。这些深层次的差异，可能在日常琐碎中逐渐显现，最终成为分开的伏笔。后续会怎样？对于赵丽颖而言，飞天奖的加冕无疑是职业生涯的又一里程碑，但这绝非终点。手握顶级资源和强大号召力，她未来的选剧眼光和制作方向将备受关注。是继续深耕现实主义题材，巩固演技派地位，还是探索更多元化的角色和商业模式？她的每一步都牵动着市场神经。财富的积累让他拥有了更大的话语权和选择自由，如何运用这份影响力，将是他面临的新课题。至于冯绍峰，褪去前夫哥的标签，他需要重新定义自我，专注于表演，打磨演技，用扎实的作品赢回观众缘，或许是最佳路径。同时，作为一个尽责的父亲，如何在繁忙工作与陪伴孩子之间找到平衡点，也是他人生的重要功课。他不再仅仅是荧幕上的贵公子，更是孩子眼中不可或缺的父亲。4年光阴足以让沧海变桑田。当初那场令无数人惋惜的知否之恋曲终人散，如今两人各自的生活已是天壤之别。赵丽颖在事业的星河中璀璨夺目，每一次获奖都是对她努力的加冕。冯绍峰则在生活的土壤里默默耕耘，用行动诠释着父亲的责任。没有谁的生活是容易的，光鲜亮丽的背后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付出，平静淡然之下也可能藏着不为人知的辛酸。他们的现状对比，或许扎心的并非成败输赢，而是提醒我们人生没有标准答案。无论是选择在舞台上绽放，还是在家庭中守护，只要忠于内心，活出自我，便是值得尊重的活法。毕竟成年人的世界本就没有容易二字，有的只是在各自的轨道上负重前行。赵丽颖的9个高奢代言与冯绍峰的过气危机。当赵丽颖的素颜剧照刷屏时，冯绍峰的新恋情热搜下却满是眼光滑坡的群嘲。娱乐圈的翻盘剧本向来只写给真正够狠的人，而赵丽颖的狠劲儿根本藏不住。7月15日，纪梵希彩妆官宣赵丽颖为全球代言人，纽约时代广场大屏同步亮起她的面孔。这已是她离婚后拿下的第9个高奢代言。浪琴、戴比尔斯、迪奥的合约摞起来比剧本还厚，粉丝的氪金能力更让业内啧舌。戴比尔斯活动当日，上万元的钻石项链被秒空，甚至有富婆粉现场加单7位数，就为给偶像冲牌面。这种购买力放眼内娱，能掰手腕的不超过3个。反观冯绍峰，近年的作品列表简直像部过气指南。山河月明检查风云，收视铺穿地心，观众吐槽他演技像 AI 读台词。商务资源更是断崖下跌，连合作多年的国产男装品牌都拒绝续约，离婚后再无综艺邀约。今年6月被拍到与小一19岁网红同居，女方顶着流水线整容脸，网友辣评：从倪妮、林允到网红，这审美降级堪比跳楼机。赵丽颖的逆袭从来不只靠流量。风吹半夏里，她演活女企业家的狼性与脆弱。钢铁厂谈判戏让导演傅东玉拍案叫绝。第20条的聋哑母亲郝秀萍，全程零台词却靠眼神让张艺谋公开盛赞，撕掉了所有标签。最绝的还是知否，明兰从隐忍术女到侯门主母的蜕变，成了观众 N 刷的电子熨斗，每看一次都能熨平内心褶皱。这种剧作厚度让同行羡慕的牙酸，毕竟内娱能靠演技让观众自动续费免潮权的演员，掰着指头数得过来。两人当年的婚姻早埋着性格地雷。
赵丽颖拍《知否》时高烧39度，坚持拍完大婚戏，冯绍峰却在综艺里抱怨他总把戏看得比我重。农村打拼出来的姑娘和纺织巨头独子本质是两套生存逻辑，一个把每个机会当救命稻草，一个把资源当家常便饭。离婚时有人嘲赵丽颖豪门梦碎，如今再看戴比尔斯珠宝的广告语导成了神预言：钻石不借光，自己便是光。娱乐圈的残酷就在这儿，当赵丽颖用第20条提名华表奖时，冯绍峰在狗子镜头里发福遛狗。所谓体面，从来不是婚姻给的，是硬实力挣的。你看赵丽颖的行程表，明年有3部现实题材剧待拍，浪琴已经提前锁了续约。而某些人的八卦头条下，最高赞永远是那句“感谢当年离婚之恩”。